我叫顾文文，大学学的是表演专业。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很多都已经成名成星了，钟嘉俊也是明星同学中的一位。大热天的，我在家吃着西瓜刷微博，看到他的名字雄踞热搜。井号钟嘉俊演技油腻，井号钟嘉俊太知道自己帅了，井号钟嘉俊你笑死我得了，井号。我点开第3个，看到一组钟嘉俊油腻演技 cut， 笑得把嘴里西瓜喷了一地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我大学师姐刘欣然来电，她是做明星经纪的。喂，师姐听上去挺急的，文文啊，你最近有空吗？有个急活想请你来救救场。好啊，我在家闲了几个月了，赶紧介绍给我。我曾经的本职工作是培训机构的表演老师，因为科班出身，专业还算过硬，我也去高校带过课，算是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。可惜后来我们机构倒闭了，我也成了待业美女，被熟人介绍活，我求之不得。师姐说，这个急活是一家明星工作室下的需求，简单讲就是要给一位明星找个表演老师，1对1指导明星演戏，后期还要一起进组贴身辅导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按照师姐提的要求，穿戴整齐前往雪湖大厦，还搞得这么神秘。在大厦1楼的大镜子前，我最后整理着装，心里仍在犯嘀咕，到现在还不告诉我指导的是谁。师姐跟我说，甲方要求严格保密，所以我得到现场才能知道要辅导谁。我干表演培训这行，我清楚，有些所谓演员能红，真是因为运气好，颜值能打。至于演技方面，再怎么指导他们也没用，所以这个活未必好干。无所谓，今天算是双向选择。要是待会儿见到的明星是我认为无药可救的，那我直接拒了就行。到了目的地，大厦16层 A1602房间，我推门进去，隔着老远就看见正中间有个背影，旁边坐了3、4个人，看样子像助理，都低着头，一脸紧张。一看到我进去，年纪最大的一位助理赶紧站起来，顾老师来了。我一见这位助理就感觉不对劲，金姐，是你呀？金助理满脸堆笑，啊，是我。好久不见了，那个用背影迎接我的人不是实际的转过身，钟嘉俊，竟然是他雇我来的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金姐，不好意思，这活我接不了。我淡淡的说，转身就要走。顾文文，钟嘉俊大叫我的名字。实不相瞒，我和钟嘉俊上大学的时候谈过，他那时跟油腻一点边都不沾，是纯美少年，一头黑发清爽飘逸，肤色白皙，在阳光下略有些透明，白得亮眼。那一双含情笑眼尤其令人印象深刻，过目难忘。因为外形实在太过出众，钟嘉俊大学4年就没怎么上过课，一直在外面接广告拍戏。我则是个勤勤恳恳好学生，出晨功，上课排作业一样不落，连公共课都从来没翘过一节。钟嘉俊瞄上了我，让我成为他的作业代写专员，而我也看上了他。我们俩从大1到大3好了足足2年多，直到他大3下半学期进组拍戏，与同组新晋校花传出绯闻。我听说这件事之后，立刻给他打电话要解释。我们之间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配合宣传。他的声音听上去懒懒的。顾文文，你别闹好不好？你知道拍戏有多苦吗？我今天吊着威亚在天上飞了一天，我真的好累。我刚要说话，就听到电话那边传来娇滴滴的女声：嘉俊，快来，这杯酒都倒了老半天了。哎呀，来了。文文，不和你说了，我忙。他还没说完，我就把电话挂断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宿舍默默哭了一整夜。可是第2天7点半，我还是准时起床，去上中国电影史概论的课。老师看着我2只通红的眼睛，语重心长地叮嘱我，不要为了学习熬夜，熬到太晚。这话点醒了我，从此我就化身断情绝爱的学习机器，成为学风散漫的表演系里最爱学习的人。后来，钟嘉俊成了明星，我考上了本校研究生，我们看上去都有光明的前途，而且再也不会有什么瓜葛。可谁知多年后，他以这种方式再次把我拽回到他面前。我不甘心，我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出了雪湖大厦。与此同时，我给刘欣然师姐打了电话。师姐，真对不起，这个活我没法接。文文，你别怪姐说话直，你看你现在在家里待业，你妈身体又不好。我知道你和钟嘉俊以前有点过去，但过去的不都过去了吗？你别管他怎么样，你为了钱也好好考虑考虑，行吗？说完，师姐把对方的报价告诉我。一听这个数字，我脚下的步子就停了下来。说实话，我确实需要钱。5年前，我妈得了乳腺癌，还好发现的及时，做了手术。大夫说，熬过5年存活期，我妈就安全了。今年刚好是第5年，在内心深处，我很担心我妈身体再出问题。虽然她总是说不要紧，没关系，我没事，但检查结果不出来，我终究不踏实。就在这个节骨眼，还刚好赶上我前公司倒闭。假如妈妈真有什么事，医药费该怎么办？但是，一想到甲方是钟嘉俊，我还是觉得无法接受。师姐从我的停顿中听出犹豫，这样，你先考虑1天，就1天，明天咱们再定这件事。
我现在有点急事，先这样，拜拜宝。他说完，电话断了。我机械地上了出租车，回到家里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学生打扮的钟家俊在夜店里左拥右抱。我走过去骂他，你要不要脸？他却把一沓钱摔在我脸上，我买你的脸！我气得要死，猛然惊醒。我妈刚好在我房间门口，文文，你看咱家楼下那是个什么车？怪豪华的。我莫名有种不祥预感，爬起来到窗前，拉开窗帘一看，一台保时捷稳稳停在那里，旁边站着个人，戴着墨镜和口罩，遮这么严实，我还是认出来，他不是钟家俊是谁？我气得头昏。对方也看到了我，他大声喊：顾老师，救救我！我家在老小区，没电梯。我冲下楼，再冲到他面前，你瞎嚷嚷什么？钟家俊收敛下巴，一双大眼睛从墨镜上方露出来，眼神贼溜溜地看着我。我见不得这眼神，脱口而出：注意一下你的眼神管理吧，要不观众怎么都说你演技油腻呢？谁知他更嬉皮笑脸：哦，观众都这么说，你关注过吗？你很关心我吗？我转身就要走，钟家俊一把拉住我右手手臂：顾文文，给我个机会。他顿了顿，给你打钱的机会。我愤愤回头，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他没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自顾自说下去：阿姨的情况我都听师姐说了，你别逞强了，行吗？听到这句话，我的防线被击溃，眼泪落下来。不行，我不接。我流着泪说：报酬翻倍，翻3倍，不能再多了，工作室也要做预算管理。钟家俊冷静地说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泪眼中只能看到一个不清晰的轮廓。成交，我说。就这样，我成了钟家俊的表演指导老师。在他工作室的排练室，我拿着他马上要拍的一个戏的剧本，逐字逐句指导他该怎么演。讲体验人物的时候，我分析人物形象，分析的激情四射。转回头来一看，钟家俊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。我气得把剧本卷成一个纸筒，敲他脑袋。啊呀，干嘛呀？他惨叫着醒来。老师，你太严厉了吧？钟家俊，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演戏那么差吗？就是因为你当年在学校根本不好好上课。我疾言厉色。那还不是因为有人帮我应付考试吗？他嘻嘻一笑，忽然跳起来，用2条手臂环住我。我顿时心如擂鼓，却见他是把我手上的剧本拿走了。剧本到手，他在同一瞬间也放开我。呵呵，还是那么贱。你到底想不想学？我盯着他眼睛，别觉得买断了我的时间就可以没完没了的耍我。我是真的生气了。钟家俊也看出来了，收起笑容，定定地站好。我真的要学，请你教我吧。我让他先给我演一段。这还是个古装戏。英俊富家公子在街头遇到穷困潦倒的女主，因为女主之前离弃了他，所以公子虽然心里对他怜悯，表面上却要假装霸道高傲，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看到剧本我就忍不住扶额。不得不说，有时候锅确实不应该让演员来背。钟家俊试演了一下，我给他搭戏演女主，我跪在地上乞讨。钟家俊晃晃悠悠走过来，为了表现纨绔子弟的不羁：这位小娘子，我看你有些眼熟啊。他挤眉弄眼说台词，眼睛一会儿眯起一会儿瞪大。停！我从地上站起来。钟家俊又恢复到有些局促的样子。怎么，我演的不对吗？岂止是不对，简直大错特错。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不是讲过吗？我耐下性子讲给他听。首先你要相信这个人物真的存在，然后带入他的情感。比如这个纨绔子弟，我巴拉巴拉给他讲半天。钟家俊的表情越来越迷茫。我无奈，让他再试试。这回演得更离谱，就好像好色西门庆遇到绝色母夜叉，又想聊又怕被吃掉。算了，眼看已经到中午，我说我们先去吃饭吧。钟家俊本来说要带我去附近的餐厅吃法国菜，我查了一下他说的这家店，人均消费561元。别了吧，中午的工作餐而已，别这么铺张。我拒绝了。他想了想，那不然我们去吃鸡汤馄饨。我微微一怔，当初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吃学校附近一家小店的馄饨。他居然还记得呀。坐在他的保时捷副驾位置，我问：你不带助理出来能行吗？钟家俊笑了笑，没事。车子径直驶向我们母校附近的方向。到了馄饨小店，我才发现他竟然提前把这里包下来了，只有我和他2位客人。我无奈：钟家俊，你是不是霸总演太多，出不了戏？他抿着嘴没回答。老板走过来为我们点餐。好久不见了，对方脸上带笑，这话是对我说的。确实，从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没再来过。虽然我还一直在这座城市，但不敢来了，怕触景生情。老板，我们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钟家俊在菜单上指了又指。我注意到，都是我当年爱吃的。等老板离开后，我和钟家俊陷入沉默。我转过头，假意观察店里的陈设，与当年相比，没太大变化，只有人变了。钟家俊忽然说：顾文文，这几年你还好吗？我干笑一声：我好不好？欣然姐应该都跟你讲了吧？看上去你不太好。我无语。他倒是耿直。我也不好。
你应该也看到了，我被嘲成什么样了。钟家俊叹口气，同行都觉得我是大傻子。其实我真的尽力了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你还年轻，实在不行就改行吧。听说黄琳娜家里很有钱，你嫁进去当专职赘婿不也挺好？黄琳娜就是当初和他传绯闻的那个新晋小花，就是因为他，我和钟家俊才分了手。谁知一听我这话，他脸色变了。我要说多少次你才相信？我和他真的没什么。他话还没说完，老板端着馄饨，兴高采烈的来了。饿了，我先吃。我说完，闷头吃起来，没理会钟家俊注视着我的目光。我师姐说的对，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，人应该向前看。吃完饭，我和钟家俊没再聊任何话。开车回工作室的路上，他接到经纪人金姐的电话，说有急事需要他回公司一趟。你把我放路边吧，我自己回去。我说，他真的照做了。站在夏天的烈日下，我觉得一切都如此不真实。回家后，我情不自禁打开手机银行，看到钟家俊昨天打给我的项目定金。这个数字很可观。我掐了自己一把，确认不是做梦。教这人演戏是真累，不仅体力消耗大，心更累。我在床上翻了2下就睡着了，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。我妈去开门，来的是我表妹张云以及她的男朋友吴志南。我打着哈欠从卧室出来，小姨，我来看看你。张云对我妈笑眯眯的，然后转向我，表姐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没找到工作呀？我瞪着他和吴志南，眼睛要喷火。张云这人真的很怪，他的爸爸也就是我姨父，是个很有钱的人。按理说，在这样的家庭长大，张云啥都不缺，可他从小就爱抢我的东西，甚至包括男朋友。现在站在他身边，垂着头，乖得像条哈巴狗的吴志南，也是我前任。一次过节，吴志南跟我一起参加我们家庭聚会，两人认识了。后来不知道张云使了什么手段，把吴志南据为己有。我妈为我抱不平，觉得我委屈。我姨妈却说张云是妹妹，让我让着她。我都气笑了，这玩意还耐让？行，这种人品很烂的狗男人，不嫌脏就拿去好了。这两人现在居然还有脸来我家串门，看我要发火，我妈赶紧给我使个眼色，然后对张云和吴志南说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们快回去吧。小姨，我好心好意来看你，你就对我这态度。张云睁大眼睛，很无辜似的。回去我要跟我爸妈说。我开喷，说去吧，你妈要是向着你，说明她也是老糊涂了。以前我还有点不敢得罪姨妈姨父，就因为我担心妈妈身体情况恶化，还要找他们借钱。但是现在，手握钟家俊的表演课订单，我不拒了，咱都离有钱了。张云急眼，还要说话。忽然，我家门铃又响了。阿姨，文文，你们在家吗？我是家俊。外面有个声音说，钟家俊怎么来了？他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妈也反应半天，问我哪个家俊？你大学时候那个。我只能点头。对，我妈开门把钟家俊放进来，他没戴墨镜和口罩，整张帅脸露在外面，面带微笑，进来跟我妈打招呼，然后望向我。文文，我没吵到你午休吧？他看看我乱糟糟的头发和身上的睡衣，我老脸一红，还没来得及说话。张云先吐槽，都快晚上了，还午休呢。他转头看了钟家俊一眼，吓得立刻弹开。你不是那个？钟家俊点头微笑，我是一名演员。顶流钟家俊，张云尖叫。大明星向他做了个虚的手势，低调。我的白眼快要翻到后脑勺了。吴志南在一旁戳着，表情也很难看。张云又注意到钟家俊手上提着的东西，这爱马仕。钟家俊举起手中袋子，很多年没见到阿姨了，准备一点见面礼。我妈接过礼物，多不好意思。家俊还能记得我们家地址？是啊，上大学的时候没少过来蹭饭。男人笑了笑，张云的眼珠子快瞪出来了。我冲他一挥手，你看见了，我们挺忙的，你带着你男朋友先回吧。张云拽着吴志南，一步三回头的走了。我转向钟家俊，说吧，你干嘛来了？他瞪着一双无辜大眼，我真是来看阿姨的。这天晚上，我妈非要下厨给钟家俊做大餐，我怕他累着，坚决反对。我们反复拉锯一阵，最后钟家俊说让我妈做馅儿，他和我包饺子。我眯斜眼睛看他，你还会包饺子？跟黄琳娜学的。钟家俊脸色难看，故意气我。黄琳娜是大小姐，家里有18个佣人，还用得着会这个？我冷笑一声。他赶紧转向我妈，阿姨别听他瞎说，辛苦您弄点肉馅和菜，我会和面。我妈笑逐颜开。从他生病以来，我难得看到他这么高兴。我们还真的在客厅里忙起来。钟家俊手有点笨，但活干得还算勉强可以。他试探着看看我，我朝他笑了笑，你好好干活，我就原谅你这张破嘴。他松口气，我就说你是讲理的人。我妈倒是和他聊起来。钟家俊说他是在剧组里学会的包饺子。你还记得大二那个春节吗？他转过头问我。我摇头，不记得。他气鼓鼓不再理我，跟我妈聊着。当时我过年在横店拍戏，回不了家。我们那个剧组大部分都是南方人，不会包饺子。
我就和我们灯光师一起包了酸菜猪肉馅的饺子。酸菜是他老婆从东北老家寄来的，味道特别正。包饺子也是那个灯光大哥教我的，我一边擀饺子皮，一边呵呵冷笑，你还挺矫情，非得自己包，超市里买点速冻的不行。钟家俊皱眉，那可是过年，哪能吃速冻的凑合？我妈乐呵呵的笑，我没说什么。等我妈端着生饺子去厨房煮，我小声问钟家俊，所以你和黄玲娜也是在剧组凑合上的？我并不是想要答案，我就是想出气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竟然看到钟家俊眼眶有点发红。顾文文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就黄玲娜这件事，你给过我解释的机会吗？解释？还用得着解释吗？明明就是在寻欢作乐，还跟我说拍戏很累，让我别闹。一想起过去的事，我心里又凉凉的，仿佛被冻住。钟家俊，我低低叫他名字。我现在意识到一件事。什么？他声音有点发颤。有些事在我这儿好像还没翻篇，我还是很介意。我说。他笑了一声，顾文文，你现在说什么都迟了。咱们合同签了，定金你也拿了，你必须对我负责到底。我抬眼瞪他，只见他眼睛还是红的，但嘴上却带着得逞的笑。这时我妈端来饺子，趁热先吃。吃完饺子后不久，钟家俊就说要告辞，不影响我妈休息。我冷着脸，以后别来了。我妈小声劝我别这样。钟家俊反过来安慰我妈，没事阿姨，我很了解文文，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我朝她假笑，慢走不送，生气归生气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还是如约到了钟家俊的工作室。我推门进排练室，刚好看到他乖乖坐在那里，认真看剧本。他今天穿一身白色 T 恤配牛仔裤，戴一副框架眼镜，看上去像个乖学生。我走上前，手指伸过去，穿过眼镜框。钟家俊被我吓一跳，害得闭上眼。我的指腹刚好触碰到他的眼皮，我面无表情，我就说：“你什么时候近视眼了？戴个空镜框干什么？”他轻轻拨掉我的手，笑嘻嘻：“你不觉得我这个造型很乖吗？”我冷哼，别把心思放在这些细枝末节上。经纪人金姐之前跟我同步过钟家俊的日程安排，我对他进行为期1周的表演特训，然后我就要和他一起进组，演那个西门庆古装剧。上完昨天那节课，我发现钟家俊基本功确实太差，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他同学。我让他站起来，你看你这个体态首先就很不对劲。说着，我站在他身后，把他双肩向后掰。你是不是闲得无聊就打王者？看你驼背驼的，颈部前倾也挺严重。是，钟家俊老实回答，我又没有女朋友，要是能谈恋爱，一起逛街做运动，体态可能会好点。做运动是什么鬼？我红着脸帮他矫正脖子，隔了一会儿才问，你和黄玲娜是什么时候分手的？我看到他脖子红了，接着是耳朵，然后是脸颊。我们真没好过。钟家俊忍着气，那都是营业炒 CP。该死的营业。我点点头，你不想告诉我就算了，都过去了，我能承受得住。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？我走到他面前，神情肃穆，来，我们再试一下昨天那场戏。我给钟家俊搞特训搞到晚上，中午饭吃的是金姐帮忙叫的外卖。到夜里8点多，钟家俊摸摸肚子，饿了。我斜着眼看他的肚皮，小肚腩都快出来了。我说，你们这些男艺人能不能跟女明星学习学习，对自己狠一点，好好管理下身材。钟家俊讪讪地缩回放在腹部的手，我错了，我不吃了，大概是因为我确实花了不少钱，不出成果不行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教课尽心，钟家俊上课练习都很努力。他就是上学时基础没打好，悟性其实还行，只是以前学表演不得法，又没有人好好指点，想表现深情就挤眉弄眼，演得油腻无比。那样的他像块美丽的大肥肉，令观众难以下咽。我主要做的工作就是给他去油，教他如何深情而不恶心，潇洒而不像个变态人渣。有的时候我承认我也有点心猿意马，教他调整体态动作，我们2人就难免有肢体接触。不好意思，碰到他之后我总这么说，说多了他竟然回我一句，有啥不好意思，以前怎么碰都碰过了。什么？我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。他一脸严肃，顾老师指导有方，1周培训结束后，金姐带我一起找他们公司的助理导演给钟家俊拍了几段样片。透过监视器，我看到镜头里的钟家俊表现也有明显进步。我满意点头。金姐在旁说客气话，还是顾老师妙手回春。我们以前也找过别的演技老师，根本没效果。我心想，妙手回春这个词用得好，恰当。他差点就没药医了。就休息了一天，转天上午，我和钟家俊及团队一起乘飞机去 S 市进组。下了飞机，先去酒店办入住。在保姆车上，钟家俊忽然问，房间怎么安排的？生活助理是个新来的男孩，比较老实，把每层住谁都讲了一遍。我听到钟家俊住16层，我住12层，下意识想，怎么隔这么远？又在心里骂自己，顾文文，你想什么呢？谁知钟家俊不满意了，我和顾老师怎么隔了4层？这样他怎么指导我？生活助理面露难色，说酒店房间紧俏，
指定到这几间。你呢？你住几层？钟家俊问旁边一个随行人员。那小男生支支吾吾说16层。你跟顾老师换一下。男人耍起老板派头，威逼他。金姐看看我，又看看老板。家俊，那你可得好好学呀。钟家俊面若冰霜，我还不够努力。从出生到现在就没这么勤奋过。我拼命忍笑。到了酒店，我们才搞明白为什么房间难订。金姐在大堂遇到熟人，黄琳娜的经纪人小妮。小妮打扮入时，神情倨傲。我们团队人比较多，订了几层房间，她也算是圈内熟人，手下带过好多明星，我跟其中几位有过合作。我装没认出她，去前台办手续。金姐没说啥，但对方接下来的话令她有些意外。我和钟家俊等人办完入住，远远看到他脸色越来越差。上楼途中，见电梯里只有我们的人，金姐对钟家俊说：“相思无尽的女主换人了，你知道吗？”相思无尽就是这次她要来拍的戏。原本我听说片方敲定的女主是一位女顶流，与钟家俊的人气旗鼓相当。男人眉头一皱：“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”说着，他下意识转头看我。换成了黄琳娜。金姐说着也望向我。你们都看我干什么？我又不叫黄琳娜。我失笑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些人难道以为过了这么多年，我还会在乎什么黄琳娜红琳娜？我就是来给钟家俊上课，通过教育他的方式赚钱的。等合约期满，钱款到位，我立马走人。应该也不会再见这个男的了。电梯里，金姐说完，众人就陷入沉默。钟家俊忽然凑到我耳边：“我的机会来了。”什么玩意？我怒视他。周围的人都往我这里看。这电梯内部四面都是镜子，我看到自己在镜中面目狰狞。钟家俊嘴角微翘，轻声嘟哝：“解释的机会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”电梯到达16层，男人面带微笑对我说：“请，女士优先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从打开的门走出去。搞什么搞？当天晚上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钟家俊对他团队的人还是不错的，所有人都是单独住一间套房。他说这样才能保证大家都休息好，来日全力投入工作。我刚巧住在他隔壁，这是他调整了一番的结果。8点多有同事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转转，说这家酒店的酒吧很不错，在顶层能看到动人的江景。我拒绝了，我有点累，想早点休息，就不去了。其他人在群里呼朋引伴。最后除去我和钟家俊本人，其他人都去玩了。晚上9点，我美美泡完澡，刚敷上面膜，就听有人敲门。再竖起耳朵细听，不是敲我的门，是敲隔壁的。我忍不住蹑手蹑脚走到门口，打开猫眼，透过它向外看，只见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子正蹙着眉敲钟家俊的门。这人不是黄琳娜是谁？她化了全妆，身穿条艳红色的一步裙，显得身材十分性感。即使是在画面变形的猫眼里，也能看出她很漂亮。家俊，你在吗？我明天要开工，好紧张，能和你聊聊吗？我们先熟悉下人物。他声音嗲嗲的，听着却有种强烈的压迫感，好像对方如果不开门就不行，就是犯了大错。我下意识想，既然是前任关系，为什么不能用更私密的方式联系，非要在走廊上敲门？这什么毛病？转念又一想，这是钟家俊和黄琳娜的破事儿，跟我没关系，我还是别操心了。我转身回到床上，靠在床头刷手机，一条微信弹出来，听见了吧？是钟家俊发来的。我明知故问：什么？门口女人嚎叫。他言简意赅。我姑且认为你是文化水平有限，而不是在模仿地铁。老头，手机的句式。钟家俊发来一条语音消息，长达4秒。我点开来听，却忘记刚刚泡澡时看过电视剧，手机音量调很大。哈哈，一串大笑声传出，像什么东西爆炸了，十分恐怖。我吓得立刻将手机丢在床上。黄琳娜在走廊上的哀嚎声顿时停住。过了几秒，她居然开始敲我的房门。家俊，你住这间是吗？你开一下门，我们聊聊好吗？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运指如飞，给钟家俊发微信骂他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他找我来了。钟家俊这次干脆打视频过来。我迅速给手机连上蓝牙耳机，接通视频。画面中，他和我一样身穿浴袍，头发只吹到半干，看上去还是湿漉漉的。我心念一动，这是他的习惯。上大学的时候，他洗过澡就不喜欢把头发彻底吹干，说那样很难受。此时此刻，视频两端，我们都穿着浴袍。我看到他胸口处的肌肤白皙细腻，我不自觉红了脸。钟家俊好像没发现，只是在那边无声大笑，然后低声说：“你看到了吧？我根本不理他。你现在是这样，当年呢？当年也一样。”顾文文，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他说着说着，笑容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委屈表情。钟家俊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你说他态度急切。你这段表演还是蛮精彩的，比之前的油腻演出自然很多。说完，我挂断视频通话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过去的事
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默默站在原地，平复情绪，说不生气，不失望，不难过，是假的。只是连我自己都没想到，时隔多年，这段往事竟然还能牵动我的情绪。门外，黄琳娜的呼唤声消失了。难道是钟家俊开了门？我还是没忍住好奇心，凑到猫眼上看，只见他是转身走了。黄琳娜的背影远去，然后消失。刚才的紧张状况让我有点窒息，我下意识打开房门，同时却见旁边房门也开了。钟家俊身穿浴袍走出来，望着我，要不要过来坐坐？话是一句撩拨的话，但被他说出来，听着怎么如此伤感。我也望着他，不合适吧？反正你已经放下了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们就是老同学，叙旧都不行吗？钟家俊上前一步，平时那么忙，也没时间好好聊聊。今晚刚好有空，到我这里来喝一杯吧。我准备了红酒，我笑话他，刚清淡了几分钟，油劲儿又上来了。这位顶流，您这算是演甜宠剧演出工伤了，应该让制片方赔你钱，不毒舌，不能掩盖我现在真实的情绪，因为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坚持不住，从了他了，危险，太危险。丢出这几句尖酸刻薄的话，我立刻转身想钻进自己房间，手却被他捉住。心虚了，他低声说我心虚，去坐坐是吧？可以，我逞强，不逞强就不是我了。谁知我刚进了钟家俊房间，他一把关上房门，稳住我。我想挣扎，浑身却软软的，动弹不得。他的唇那么凉，像烈日下的冰，用尽力气融化自己，也融化我。我迷迷糊糊开始回应他，不知吻了多久才结束。他的手臂依然环着我，不愿放开。我看到他眼中深邃的黑。顾文文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，他说。我的思维在这一瞬停滞了。过了很久很久，我才慢慢地说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办法给你答案。听到这句话，钟家俊脸上瞬间闪过失望，不过他马上调整状态，勉强笑笑，我明白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可以等，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，当年的事情就是误会。你当时不解释？当初我还是个新人，受制于人，必须配合炒 CP， 没什么话语权。他顿了顿，你知道当时公司有多变态吗？他们想尽办法制造素材。我和黄琳娜去夜店喝酒，也是安排了人跟拍的。你也是圈内人，或许也懂。我默然听着，这时才开口，但黄琳娜看上去对你是真的。钟家俊苦笑，这重要吗？他对我的态度确实有点特别，这么多年不时联系我，但我没理过他。对我来说，工作和感情是分得很开的。我对他从未有过越线的想法，听到他坦诚黄琳娜对他有意思，我还是很吃醋的。但后面一段话又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些。钟家俊见我保持沉默，便继续说，你向我提分手，然后把我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过错很大，错在当时年纪小，脾气太倔，觉得你既然伤害我，我为什么不能也不理你？后来我无数次想过，如果当时直接到你家去找你，苦苦哀求你别放弃我，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是现在？为什么你又重新找到我？我问。钟家俊拉我到沙发坐下，定定望着我，我和欣然师姐一直有联系，是他告诉我你最近状态不好，他怕伤害我，所以话讲得小心翼翼。没错，岂止是状态不好，简直活得步履维艰。妈妈生病，男友被表妹撬走，失业，这几件事哪怕只摊上一件都算得上苦命了，更何况我叠了3层 debuff。这几年我一直在想你。他声音愈发温柔，现在我回来找你好不好？男人靠近我，拥住我，他的心跳那样有力，他的手抚上我头发，这种熟悉的感觉令我晕眩。今晚别走了，我听到他低声说。那一晚我们俩很忙，忙到第二天清晨听到闹钟声，我差点没能坚持起床。可谁能想到，身为顶流，钟家俊前一晚那么活跃，次日6点就能爬起来。他一边刷牙，一边对睡眼惺忪的我撩起上衣，展示腹肌，看到没？健身就是会体力好。我摆摆手，腹肌这玩意儿你以前就有，我不陌生。他笑着环住站在镜子前的我。啊，这真是个甜蜜的新开端。美好的工作，我来了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我有些傻眼。黄琳娜确实如金姐所言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成了相思无尽的女主。这部剧是 Top 视频平台美群今年的 S 级项目，是重要的大戏。黄琳娜来者不善，与其说她是冲着和钟家俊再续前缘，倒不如说是真的拼事业抢资源来了。这也就算了，更要命的是，正式开机后又出现了2个要命的问题。一是黄琳娜夺得女主演位置后，甚至开始抢男主的戏，她和钟家俊的对手戏是最多的。每次拍到这些戏份，黄琳娜总是有意无意把钟家俊往镜头死角逼，或者靠肢体动作迫使他逐渐转成背向镜头的位置。这样一来，他自己就几乎是正脸冲镜头了，拍摄出的画面就只表现他黄琳娜脸上的喜怒哀乐。钟家俊演了什么，观众都看不到。
最先发现这件事的人是我。我把情况告诉金姐，金姐大皱眉头，趁休息的时候把钟家俊抓到角落，我们仨开碰头会。钟家俊这个傻狗，自从那晚和我酱酿之后，就天天乐呵呵的。什么事？他跑过来，用星星眼看着我。我扶额，你傻呀？接着把我的观察告诉他。钟家俊愣住，真的吗？我一点也没察觉。哎，指望这个家伙长点心眼儿，真是奢求。我给他支了几招，提醒他，如果再遇到黄琳娜的抢戏行为，应该怎么做。钟家俊目光坚定，好。等金姐走开，他悄悄说，今晚你还来我房间，好不好？我快速点了下头，脸颊又开始发烫。钟家俊笑得灿烂极了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要是能看到他此刻的样子，绝对不会吐槽他油腻。接下来的一天里，黄琳娜变本加厉。钟家俊呢，在我和金姐的教导之下，也不甘示弱。两人之间就像有个隐形的方向盘，你往左边转，我就要向右边拧。导演频频喊卡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会不会演戏？钟家俊点头哈腰，导演，您指导我们呗。我冷眼旁观，觉得这位导演问题也不小。昨天黄琳娜那么霸道，他一个屁都不放，今天倒嚷嚷起来。还没等导演发话，黄琳娜先撅起嘴，钟老师今天老挡着我，我设计好的动作和表情都用不上，这叫我怎么演啊？哎，这可真是恶人先告状。我忍不住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黄小姐，昨天可是你一直挡着家俊的。黄琳娜转向我，瞬间变脸，你是谁呀？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行了，都别吵，导演一声暴喝。听得出来，他憋了挺久。这天的工作结束的并不愉快。晚上回到酒店，团队的人聚在钟家俊的套房里想对策。正主本人倒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这剧总得有男主。如果真是黄琳娜和导演串通好了抢戏，那随便他，我瞠目啊！钟家俊笑了笑，要改成大女主戏，我也没意见啊。俊哥，你这么佛系了？是啊，我都不敢信，团队的小朋友们都惊呆了。只有我知道这家伙是怎么回事。昨天晚上耳鬓厮磨的时候，他还说接这个戏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拥有了我，除此之外一切都不重要。虽然这话我很爱听，但是钟家俊的事业也很重要，就算是男人也不要恋爱脑好不好？我冷静下来思考，突然心生一计，一抬头刚要说话，却见钟家俊笑盈盈望着我，我老脸一红，周围的人好像察觉到什么，互相交换微妙眼神。我有个好办法，我清嗓子，扭回正题。导演胳膊再粗，也拧不过观众的意见。而黄琳娜虽然在这个组里有靠山，但真论人气、知名度，她比钟家俊还是差几个 level。当年他们一起拍了那部戏之后，她一直在新晋小花位置上原地踏步。而钟家俊虽然演技不行，但胜在气质可爱，路人缘佳，粉丝素质也比较高，不给正主招黑。加上参加过不少话题度很高的真人秀，他的星途走的就还不错。我给钟家俊团队出的主意是用好抖音账号。在我的设计和导演下，钟家俊利用拍摄之余的时间，在酒店房间拍了些演技挑战短视频。一开始是我出题目，让他来演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特训，不得不说，他的演技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。无论是演中年失独的爸爸，还是与爱人久别重逢的男子，或者大权独揽后发现心爱女人已死的君王，他的表现都不错。这几条视频在账号上发布后，果然引发热议。趁着热度高涨，我用钟家俊的口吻在视频评论区发置顶消息，大家想看我演什么？欢迎留言。网友自发给钟家俊出题，他态度也很认真，面对众人点菜，只要点赞率高，他一定演出来。演被狮子追逐的大猩猩时，我们在旁边的工作人员全都绷不住笑了，只有他自己很投入，真没把自己当人那样，放开了表演，完全没笑场。这条拍完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同学，你有进步。他灿然一笑，谢谢老师夸奖。不出我所料，这一组演技挑战短视频很快火爆全网。一天晚上，钟家俊在拍大夜戏，我在房间休息。金姐给我打电话，顾老师，快看微博热搜。我打开微博，先是被开屏广告上钟家俊巨大的脸震撼了一波。这是近2天刚刚发布的某白桃酸奶广告，他是品牌代言人。然后再看热搜，前3条全是与他有关的。井号钟家俊演技炸裂，井号演员钟家俊咸鱼翻身，井号看谁还敢说钟家俊是油王，井号评论区也很精彩。钟家俊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，突然开窍了？我心想，大概是吃了。我不仅演技进步超大，而且颜值也更上一层楼，是怎么回事？这一定是多巴胺的功劳。我还没欣赏够，又有人来电话，是刘欣然师姐。她兴高采烈告诉我，等钟家俊这一单活做完，后面还有好几个小生小花想聘请我当演技老师，贴身指导。我腿肚子哆嗦，贴身指导这一位大哥已经要了我半条命，可不敢再贴了。不过财路总是多多益善，排期，师姐帮我排期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，你按单抽成。我小手一挥，豪情万丈。被我们这么一营销，
导演也发觉钟家俊这个人好像变了，不仅人变了，江湖地位也略有上升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导演和黄琳娜对钟家俊都客气了很多。2个月之后，相思无尽顺利杀青，杀青宴在酒店宴会厅举办。钟家俊作为男主演，和其他主要演职人员在一桌庆贺。隔着老远，我看到他时不时往我这边看。我拿出手机发微信给他，专心应酬，待会儿见，然后转身和团队同事们喝酒。忽然有人拍我肩膀，我回头一看，竟然是张云和吴志南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皱眉问这个不省心的表妹。姐，我才知道你这妖牛，你竟然是大明星的表演老师哎！以前真是我不识货，不对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张云一脸惨笑，吴志南站在他背后，表情尴尬。我更尴尬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啊，我有个朋友是黄琳娜的粉丝，是他发我的剧组活动信息。张云兴高采烈，滔滔不绝。要不是在钟家俊的抖音里看到你露脸，我还不知道你这么厉害呢。你说你跟自己家人都藏这么深，我满头黑线，打算带张云和吴志南先出去。吴志南却忽然对我说：“文文，你看我们还有可能吗？”啥？我懵了，到底是我耳朵有问题，还是他脑袋有问题？一旁的张云也傻眼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跟你分手，很后悔，想问问你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讲话慢吞吞的，我很想一巴掌抽死他。然而现在是大家欢庆的场合，我这么干不合适。于是我强压怒火，你滚！马上张云气气哀哀，姐，你也是，一起滚！也不知道吴志南是冲撞什么邪物，他整个人今天都怪怪的。一听到我这么说，他脸色变得铁青，双眼发红。顾文文，我说当初我提分手，你怎么那么轻易答应了？原来攀上高枝了，这人显露出他最丑陋的一面。钟家俊，当红明星，和你这么一个女的搞在一起，他也不嫌丢人。他越说越离谱，面目逐渐狰狞。保安，我向旁边叫道，但为时已晚。吴志南的嚷嚷声太大，传遍了宴会厅，周围的人都向我们这边望过来。我甚至看到黄琳娜正拿着手机，偷偷对着我和吴志南拍摄。就在此时，有个清朗的声音响起：“顾文文是我的女人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我转头，钟家俊一步步走向我，风度翩翩，宛如天神降世。相比之下，吴志南就像一条见不得光的蛆虫，只能在角落里阴暗地爬行。你就是那个渣男吧？嫌贫爱富、抛弃女友的那位吴先生。男明星笑盈盈地举起酒杯，我要敬你一杯，感谢你把这么好的女人还给了我，成全了我的幸福。说完，他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。我很高兴。原本我还没想好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场合宣布我和文文的事情。他转向大家，我看今天就很好，戏拍完了，我自己的事情也尘埃落定。我始终注视着他，在我眼里，他从未像现在这样自如、自信，掌控着一切。最重要的是，牢牢把握住我的心。男人含笑看着我，文文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全场哗然。我站在原地，却仿佛什么都听不到了。我的眼里、心里都只有眼前这个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回过神，回答道：“我愿意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钟家俊这场即兴求婚在发生的同时爆火全网，热搜上全是关于这场世纪大求婚的讨论，微博服务器因此瘫痪了10分钟。1天后，在酒店套房，金姐兴奋地拿各种数据表给我们看，我一脸困惑，质问钟家俊：“这是不是你蓄谋已久的营销啊？”他瞪大双眼，我那完全是有感而发，全都出自真心。如果是营销，叫我不得好死。叫我出门就被撞死，走2步就摔进江里淹死，被鸟屎埋住窒息而死。我捂住他的嘴，金姐捂住自己的眼，你俩等我出去再亲热，求求了。他说完，真的走了。听到关门声，钟家俊立刻把我拥进怀里，老婆，我想死你了，我答应嫁给你了。切，你反悔没用，有全网网友给我作证，你答应了。他低头欲吻，我伸出2根手指抵住他嘴唇，是谁给我现场直播的？剧组哪个人不是八卦狂？这就是众人的力量。说完，他牢牢稳住我。1年后，我怀着孕跟钟家俊进了组，还别说，当初拍的那几条演技视频余波到现在未平，居然真有片方找钟家俊演中年失独的爸爸。这就是我最早给他出的题目之一。拍摄间隙，视频平台的记者来采访家俊，你太太现在怀孕，你接这样一个角色不担心她生气吗？男人从容回答，不担心，我太太全力支持我的事业。而且，如果我演这样一个角色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失独家庭，那么我太太和我们的宝宝都会觉得很有意义。我在镜头盲区给他比大拇指。在酒店休息时，我接到妈妈的电话。妈，大夫怎么说？宝贝，你放心，妈一切正常。大夫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，不用再担心了，以后快快乐乐享受生活就好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开心的流泪。前不久我还听说张云和吴志南分手了。也对，张云家里那么有钱，何必和吴志南这种垃圾纠缠？
我衷心祝福他找到真正的好男人，改掉自己的坏毛病，也祝福吴志南尽量消失的彻底一点。又过了半年，我和钟家俊的孩子诞生了，是个女孩，我们给她取名叫钟念文。家俊说，希望她永远想着妈妈的对她的爱，幸福健康的长大。念文满100天后不久，钟家俊拿到师弟。颁奖典礼上，他说，感谢我的妻子，她不但是我的爱人、挚友，更是我的良师。是他教会我什么是真正的表演，如何成就作为演员的自己。用他的话来说，我原本是一块美丽的大肥肉，虽然好看，但十分油腻，令观众难以下咽，众人哈哈大笑。钟家俊同样莞尔，接着说，而他不仅为我刮油，更将我重塑。是他把我从一个明星变成了真正的演员，是他帮我找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和幸福感。我永远感激他，永远爱他。我爱你，顾文文。大屏幕上出现我的脸，我看到自己眼含热泪，嘴上带笑。也谢谢你，钟家俊，谢谢你给我的爱。晚安。